京中越王由来及传说。岳飞1103年3月24日到1142年1月27日，字鹏举，是南宋时期的著名抗金名将，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了忠诚与勇敢的光辉，他的故事和传说广为流传，尤其是与精忠报国精神密切相关。岳飞的生平故事激励了无数后人，他的忠诚和勇敢成为后世人们崇敬的典范。岳飞出生于北宋末年河南汤阴县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自幼他聪明勤奋，学习出色，并展现出过人的武艺天赋。少年时期，他便拜师学习武艺，为未来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126年，金军南侵，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北宋灭亡。岳飞应募加入宋军，展开了他的抗金之路。他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无畏的勇气，迅速崛起，成为南宋抵抗金国入侵的重要将领。岳飞所率领的岳家军，纪律严明，作战勇猛，多次在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岳飞的军事才能在一系列战役中得到了充分展现。1134年，他在襄阳击败金军，收复了大量失地。1135年，他在颍州大败金军，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的士气。1137年，他在朱仙镇取得大捷，再次显示了他卓越的指挥才能和岳家军的强大战斗力。据传，岳飞的母亲姚氏在岳飞投身军旅之前，担心他会在战场上迷失方向，于是在他背上刺下精忠报国4个大字，以激励他时刻铭记忠于国家、保家卫国的信念。这一故事广为流传，成为忠诚爱国的象征，也使精忠报国成为岳飞的代名词。岳飞所率领的岳家军，以严明的纪律和强大的战斗力著称于世。岳家军的军纪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掠夺，成为军队纪律的典范。他们在战场上无所畏惧，屡次击败金军，使得岳家军成为金军闻风丧胆的存在。岳飞曾在一次战斗中英勇无畏地率领岳家军杀敌无数，这一事迹成为后世传颂的佳话。岳飞在朱仙镇击败金军，是他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战役。据传说，他本可以收复失地，直取金国都城，但因朝廷内部的投降派，最终被迫班师回朝。这一传说展现了岳飞无奈的爱国情怀，也凸显了南宋朝廷的腐败和无能。1141年，岳飞在朝廷内部权力斗争中被秦桧等投降派陷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次年，他被赐死于杭州风波亭。这一冤案使得岳飞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之一。岳飞的冤死引发了后世无数人的愤慨和同情，成为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悲剧。岳飞的神话起源与他的生平事迹密不可分，他的一生充满了忠诚、勇敢和牺牲精神，这些品质使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传说岳飞的母亲在他背上刺下精忠报国4个字，激励他时刻铭记忠于国家、保家卫国。这一故事广为流传，成为忠诚爱国的象征，也使岳飞的形象更加神圣。许多关于岳飞的神话故事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这些故事增添了他神秘和神圣的色彩。例如，据传岳飞在一次战役中，面对数倍淤积的敌军，仍然毫不畏惧，最终奇迹般地获得胜利。这些故事强调了岳飞的勇敢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使他在人民心中更加伟大。另一些传说则描绘了岳飞死后显灵的故事。据说岳飞被冤杀后，其灵魂不散，多次显灵保护百姓和士兵，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些故事进一步强化了岳飞作为神明的形象，使他成为人们敬仰和祭拜的对象。岳飞被神化的过程始于他去世后不久。在岳飞被冤杀的消息传开后，人民对他的死感到极度的悲痛和愤怒，他的忠义精神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许多人开始自发地祭拜他。岳飞的坟墓成为了人们祭拜的场所，他的忠诚和勇敢被世世代代传颂。在元代和明代，朝廷也开始对岳飞进行封祀，这进一步推动了他从历史英雄向神明的转变。例如，明朝洪武帝朱元璋即位后，对岳飞大加赞赏，将其视为忠臣的楷模，并进行了正式的祭祀活动。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岳飞的神圣地位，也使得岳飞信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在中国各地，有许多纪念岳飞的神庙，如杭州的岳庙、河南汤阴的岳飞庙等。这些庙宇成为了人们祭拜和缅怀岳飞的场所。在这些神庙中，人们常常祈求岳飞保佑他们平安健康，事业顺利。特别是在战乱时期和国家危难之际，岳飞的形象更加突出，他被视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神明。岳飞从历史英雄到神明的转变，反映了人们对忠诚和勇敢的追求与敬仰。他的故事和精神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世世代代中得以传承和发扬。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各地的岳飞庙中感受到人们对这位伟大英雄的敬仰和崇拜。岳飞的神话不仅是对他个人伟大事迹的肯定，更是对忠诚、勇敢和正义精神的颂扬。岳飞的形象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戏曲、电影和电视剧中，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例如元代杂剧《岳飞出征》，明代小说《说岳全传》，京剧《失空斩》，以及近代的电视剧《京中岳飞》等，无不以岳飞的事迹为蓝本，展现他忠诚、勇敢的英雄形象。现代中国有多处纪念岳飞的名胜古迹，如台北市信义区岳王庙、新北市中和区岳飞庙、台南市岳王庙、杭州岳庙、河南汤阴岳飞庙等，供人瞻仰和缅怀。这些纪念场所不仅是人们祭奠这位民族英雄的地方，更是弘扬忠诚爱国精神的重要场所。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前来参观，体验岳飞的精神风貌，感受历史的厚重。历史学家对岳飞的评价多为正面，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忠臣和名将。他的军事才能和爱国精神使得他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虽然在他的时代，因为政治斗争和朝廷内部的腐败，他的抱负未能完全实现，但他的精神却永远激励着后人。岳飞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之一。他的忠诚和勇敢被人们传颂，他的悲剧命运引发了人们的同情和愤怒。这些传说不仅丰富了中国的民间文学，也让岳飞的形象更加鲜活、生动。岳飞的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忠诚与爱国。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是在国家建设中，还是在个人的职业生涯中，忠于职守、爱国爱民都是值得提倡的品质。岳飞的勇敢和坚韧也是现代人应该学习的品质。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
我们需要像岳飞那样，不屈不挠，勇往直前。这种精神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实现目标。岳飞所率领的岳家军以严明的纪律著称，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同样重要。无论是在企业管理中，还是在团队合作中，纪律和团结都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学习岳飞的纪律精神，有助于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岳飞的故事和传说展示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的形象，他的忠诚、勇敢和爱国精神成为历代人民敬仰的典范。岳飞的一生虽然充满了悲剧色彩，但他的精神却在后世得到了永远的传颂和纪念。他的事迹和传说不仅丰富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岳飞的故事中汲取力量，激励自己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勇敢地迎接挑战，为国家和民族的繁荣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